如果要問戰國名將們是怎麼沒的，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應該是戰死沙場或者兵敗切腹。但事實上，如果只挑一個死因來代表這個時代，真實答案可能是胃癌。今天這期內容大體來自2012年出版的《戰國武將死亡診斷書》，署名作者是戰國新興保健委員會，出版業界也是越來越二次元化了。但其實這是一本嚴肅的歷史考據書籍，兼修人酒井進是順天堂大學的名譽教授，也當過日本医史學會的理事長，之前著名的时代劇仁医也是找他當的顧問。当然我也得先说清楚，真实死因的推测是一個要求極高的考據工作，書中的內容基本都不是定論，不如說這個難度太大了，除了那些有明確的旁觀者一手記錄證明死於某個事件中的，其他人都難以完全確認。大夥就當聽聽醫學家視角的意見。這裡是花散裡，喜歡這樣的內容記得先點讚訂閱喲。言歸正傳，書中第一章叫做自霸戰國的名將們的死亡診斷書，裡面挑選了9個人推測可能的死因：織田信長燒死或者本態性高血壓症，豐臣秀吉药毒症，德川家康胃癌，伊達政宗腹膜炎，上杉謙信腦出血，武田信玄胃癌，毛利元就食道癌，前田利家肝硬化，德川秀忠寄生蟲病。這9個人加起來打了差不多100年的仗，就沒有一個死於兵器傷害的。德川家康元和2年正月吃了鯛魚天婦羅之後倒下，4月17日去世，中間隔了3個月。食物中毒不會隔了3個月反而變得更嚴重了，所以現在通行的推定是胃癌，只是恰好之前吃了天婦羅。武田信玄天正元年死在西上作戰的路上，遺言是把死訊瞞3年，留下的死因記錄自然也是殘缺的。甲陽軍艦記載，他臨終時提起事宜板板法印，6年前就說他患了膈，也就是食道或者胃的通過阻礙，於是有了胃癌、食道癌兩說。另一位是医玉树兼務的書狀寫，他一喘氣就吐血，於是又有了肺結核說。近代也有人懷疑是日本血吸蟲病，病史說法現在主要是胃癌和肺結核兩說，而重擔說則是來自江戶時代的書，比如新井白石的番漢譜和更早的松平記。另外也有信長派人毒殺信玄的說法。總之書裡採用了胃癌。秀吉則相反，作為統一時期的領袖，他的晚年一手記錄超多的。他慶長3年3月還在醍醐辦賞花會，5月開始起不來，8月18日死。記錄裡的症狀是腹瀉、腹痛、食欲不振、手腳劇痛，還有失禁。從症狀看，主要有尿毒症、大腸癌和腳氣病的說法，書裡採用的是尿毒症。上杉謙信則是暴斃，甲陽軍艦寫，引之3月9日，謙信於弦所凡出，5日凡。謙信公御年譜寫的是天正6年3月9日正午前後中風昏倒，4天後死，推測死因是腦出血。至於上杉謙信上廁所時暴斃的說法，則是因為後世誤以為弦所是指廁所，實際上當時的弦所指的是一個人能待着安靜的地方，書齋私事都算。伊達政宗相關記錄的弦所，現在基本就認為是指他的書房。不過上杉謙信是有辭世詩的，我覺得不管是在私人場所腦出血而亡，還是死在了廁所，似乎都不太可能留下辞世詩。而且按照謙信公御年譜，他確實是突然昏倒之後就再也沒有醒過來，所以我覺得這首辭世詩要麼是倒下之前寫的，要麼就是後人替他補的。另外鑑於書房裡通常都有紙筆，說不定趕得上寫一首呢，這又和弦所是指書房連上了，當然這只是我瞎猜的而已，不必當真。然後就要第5章才到戰死沙場的武将們的生與死，一共收錄了4位：石田三成、真田幸村、大谷吉继、血山美雪。而且其中石田三成是行死。有趣的是，書裡還給血山美雪下了個診斷：痔瘡嚴重。美雪如果聽了，估計都想掀棺材打人。最後一章是暗殺還是疾病，迷之死的武將們，如其名就是猜測性質大於考據的。比如寫毛利隆元可能是死於食物中毒，小早川秀秋則直接寫了無法判明。書中最有趣的一章，我覺得是煩惱太多的中间管理層武將們的死亡診斷書。這一章竟然收錄了12個人這麼多，有浦生世香、池田輝正、直江兼續、片桐居元、锦衣直政、丹羽长秀、大友宗麟、小早川隆景、伊子晴久、竹中重治、宇喜多直家、高山佑敬。書中給的死亡診斷依次是大腸癌、腦卒中、消耗性疾患、肺結核、敗血症、胃癌、傷寒、腦卒中、腦出血、肺結核、大腸炎、
痢疾，12個人湊出了10種病，唯一死在戰場上的是锦衣執政挨的那一槍。再加上另一張血，豐臣秀次在豐臣秀賴出生之後1個月就嚴重哮喘，看來戰國時代的中間管理層也是很不容易呀。當然下層員工也有无妄之災，比如當時給秀次治哮喘的醫生，在秀次事件之後被作為秀次黨人流放到長鹿國去了。补生氏鄉是35歲即封到會津，後來增加到了92萬石，秀吉把他放在那裡，避免他在中央發揮影響力，也制衡伊達政宗。臨別時，秀吉拉着他的手交代，別老想着回京都出事了，多用心駐守會津。澳洲如果出事，你就督促正宗打頭陣，你自己壓後陣。然後他和內臟疾病纏鬥3年，最終病逝，書中推測死於大腸癌。片桐居元則是在秀吉死後替年幼的秀賴跟德川方打了10幾年的交道。慶长19年方廣氏忠明事件，從南瓜坊天海認為國家安康、君臣豐樂不吉利開始，逐漸被解讀為諷刺德川篡封臣位，而且詛咒德川家康人頭落地。片桐居元被派去郡府解釋，家康的答覆是不給條件，讓他自己想辦法證明豐臣家沒有敵意。居元回到大阪提的方案是秀賴離開大阪城，降為普通大名。如此，豐臣家方面又立刻懷疑他是德川家的間諜，於是10月1日，他退出大阪，搬去慈木城，轉投德川。走之前那幾天，他還做好了豐臣家的收支結算和詳細的工作交接賬簿。之後就是大阪之陣，半年後豐臣家滅亡，之後不到1個月，片桐也病死，推測死因是肺結核。錦衣執政是在官員追擊島津的時候中了鐵炮，雖然當場活了下來，但1年半之後死於敗血症。敗血症本就是非常淒慘痛苦的症狀，這1、2年他還要主持對島津的戰後交涉和佐和山城的接收。講真，我覺得還不如當場斃命了。丹羽長秀更狠，傳說他自知不行了，把腹中拳頭大的腫塊剖出來，連同遺書一起送去給秀吉。當然這只是傳說，他的死因現在主要有2種猜測，一個是癌症腫瘤，一個是肌寸白，也就是寄生蟲病。書中認為胃癌的可能性最大。另一章的標題是戰國時代的最新流行病，挑選了加藤清正、结城秀康、黑田如水、前田利長、前野信長5名将領。雖然事實上當時這個流行病到底是什麼情況，記錄也是嚴重不足。目前能夠追溯的最早記錄出自京都醫師竹田秀慶的《粵海錄》，寫永正9年，也就是1512年，京都一帶流行糖瘡或者琉球瘡。第2年甲斐的《妙法事記》也記錄了同一流行病，而鐵炮傳到種子島是天文12年，也就是1543年，這個病比鐵炮還要早。現在學界更傾向認為，這是當時歐洲也在流行的同一種病，被法國人叫做那不勒斯病，被意大利人叫做法蘭西病，總之就是全球航海帶來的新細菌梅毒。這本書中認為，上面的5個人都是死於這種全新疾病，其中結城秀康34歲就沒了，據傳病到後來鼻子塌陷，做了個木頭鼻子代替，家康自此不肯再見他。還有一章的標題是大往生，進了天年的武將們，當然就是寫壽終正寢，挑選的是北條早雲、细川忠興、宇喜多秀家、真田昌信、松平忠輝。宇喜多秀家27歲當上武大佬，是最年輕的一個，然後28歲官员兵敗，慶長11年34歲流放八丈島，在島上住了大約50年，明曆元年去世，享年84歲。他是所有參加過關原之戰的大將中活得最久的。松平忠輝是家康的第6個兒子，元和2年被改易配流，活到天和3年，享年92歲。真田昌信官员之後流放九度山，也是壽終正寢。看來流放對健康的傷害未必有上班那麼大。我感覺這本書在創作的過程中本身就有個目的，是想說中間管理層容易短命，可能編纂團隊裡面的中間管理層不少吧，雖然他說的也是事實了。說起來2024年日本頭部轉職平台旗下的智庫出了一本書，叫做懲罰遊戲化的管理職。事實上現在確實是不想當管理職的比例更高了，不少統計中都是有超過3/4的普通員工不願意升職到中間管理層，最大的理由是壓力會變大和責任會變重。現在已經有超過1半的中間管理層表達沒有人願意升職，找不到接班人。除了因為40年間基層 manager 的收入已經從普通社員的大約2倍跌到了 1.2 倍，部長也從3倍掉到了不足2倍，還因為風險超大的，真的是要命的風險。日本官方設置的過勞死線是1個月加班超過100個小時，還在大腦心臟疾病的勞災認定基準裡明確規定，發病前1個月加班大約超過100個小時，或者發病前2到6個月每個月平均加班超過80個小時，就構成業務負荷過重。而
這條線本身是用過去的死亡病例反推出來的。厚生勞動省2024年的过劳死的劳灾補償狀況中，腦心臟疾患和精神障礙加起來的勞災申請是4810件，創了紀錄。認定了其中的1304件，還包括了159件死亡和自殺。而日本的大腦心臟疾患年齡段正好是中間管理層那一檔。說起來，以前公司我有一次問部長，看到我們部門去年有一個人違反了36協定，也就是加班時長限制，這會影響你嗎？部長說那可太影響了，因為這個人就他媽的是我。看來日本這個迫害中間管理層真的是一脈相承了。浦生四鄉40歲，锦衣执政42歲，池田輝正50歲，丹羽长秀51歲。難道這個年齡段是中間管理層的魔咒嗎？戰國武將死亡診斷書的最後一節叫做跟戰國武將學現代人的健康法。翻到那一頁我都繃不住了，你這寫了這麼多過勞中間管理層，拜托到底要我學什麼呀？結果是學教訓，寫這些戰國將領的哪些行為透支了健康，教我們不要學他們把自己浪沒了。我覺得這波是有點地獄笑話了。都看到這兒了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、熱推還有分享呀！我們下期再見。